今天啊，第一大新闻，我们先聊小的，就是李毅骂金店了啊！大家知道吧？啊，这老王充满了欢乐，充满了知识。你们知道这个骂金店是有来头的。骂金店啊，在他妈的皇上上班地方对皇上骂皇上啊，叫骂金店。骂金店是怎么来的呢？骂金店乃是我们京剧一出名剧啊。尤其是程派，大家知道我对京剧还是很有研究的啊。京剧啊是中国的文化瑰宝，京剧是给有钱、有闲、有品的人看的啊。你看不懂，你就自己对标一下啊。没钱、没闲、没品，那你就没文化，你就看不懂。那么京剧里边有一出程派，程派叫程砚秋，程砚秋乃是程派啊。程砚秋跟梅兰芳这两位大师啊，他的旦角啊是。一个是国色，一个是天香。梅派就是梅兰芳啊，梅兰芳先生唱旦角那是这么讲吧，梅兰芳啊一唱啊，全中国的女人都可以闭嘴了，因为什么呢？她比女人更妖媚、更妖娆，所以她叫国色。如果比方，她就是牡丹啊，大家知道牡丹没有味道啊，牡丹很漂亮。程砚秋恰恰可以跟她相提并论。如果是一个倚天剑，另外一个就是屠龙刀，所以程砚秋程老板呢也是独树一帜啊。程砚秋程派最大的特点就是那个牙不张开啊，就是唱戏的时候啊，那个梅兰芳呢嘴就张得很大啊。梅兰芳的梅派的口型啊就是这样的，程派的口型呢就是这样啊，含着横着唱。哎，就像那个牙上沾着麦芽糖一样，哎，那么唱啊，这就叫程派啊，也是旦角啊。那么程派在京剧的里边啊，有一个剧目叫贺后骂殿。贺后就是贺太后是谁呢？皇后啊，是她在历史上不太出名啊，她是宋太祖赵匡胤啊，他的一个等于是一个二老婆。啊，因为大老婆去世的时候，她是二老婆，所以她呢不是很出名啊。但是呢，她有这么一个著名的这么一个事迹啊。赵匡胤死的不明不白啊。宋太祖赵匡胤有个弟弟也很能打，就是宋太宗赵匡胤啊，立国皇帝啊，黄袍加身那位有个亲弟弟啊，叫赵光义啊。所以呢，他呢就被他弟弟给干死了啊。当然是野史啊，就是他妈的。一不小心就被他弟弟把赵匡胤给干掉了。干掉了以后，这不就政变成功了吗？然后他就当了皇上啊，当了宋太宗啊，就是宋太宗姓小周后图里边那个趴在小周后上面啊做活塞运动的那个就是弟弟啊，不是哥哥。哎，他们俩年龄差不多，所以呢，小周后呢。就是什么李后主的那些妃子们啊，他都赶上了啊，他都用上了。所以呢，宋太宗把宋太祖干掉以后，这个宋太祖身边的人都没有人敢说啊，因为这个事儿你要说掉脑袋的。这个里边呢就有一个啊没惯他毛病的，就是贺皇后。贺皇后呢就带着自己的小孤儿寡母就上了金殿啊，叫骂殿。那豫剧啊，河南的也有豫剧，也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戏折啊，它就叫马金殿啊，马金殿也是说的何后啊，搁太和宝殿上支着皇上的鼻子啊，就是一顿乱骂啊，你个师兄杀人你莫归呀！啊，留下我这孤儿寡母可怎办啊？就是这么一个段子。然后呢，骂的是满朝文武啊，痛哭流涕。然后也骂的这个皇上呢，就是弟弟啊，就是虚汗直冒。骂完了之后，不但没死，弟弟也赶紧赔礼道歉啊，说你说这事儿我大脑一片空白，但是咱都翻篇了好吗？咱都翻篇了，你真把我给弄死，你把我也骂死了，你说这天下不就没了吗？所以这样啊，你们孤儿寡母，我一定按照最高正国级待遇啊抚恤。然后呢，您这个带这个小朋友啊，这个就叫赵德芳，那赵德芳那时候是小孩赵德芳呢。我给他一个八贤王干，八贤王就这么来的。赵德芳再给他一个，好像是个鞭吧，还是个剪，还是个丢的，
丢斗啊，反正就是大号的啊，黑的啊，一大牛子，应该是铜做的啊，熟铜打的，上打昏君，下打奸臣，谁他妈的不服，就拽出来，啪啪的打，牙给打掉了。他一喊疼，再给怼嘴里。这个就是赵德芳的那个宝物啊。后来赵德芳拿这个拔贤王啊，赵德芳就拿这个，后来就打了皇帝啊，就打皇帝。好了，李毅呢？我是说这个，就是李毅肯定看过这出戏，所以李毅啊，1月7号，李毅被公安带走了。为什么被公安抓走了呢？因为国内啊对马杜罗2个小时之内被美军抓走这事儿，现在还在发酵呢。所有的小粉红啊，第一天还在那硬怼，第一天小粉红还在那硬撑死撑啊，这是好事啊！赖清德应该睡不着了吧？赖清德应该睡不着了吧？赖清德应该睡不着。第二天就破防了。尤其是李毅啊，李毅作为5毛的总头子啊，这个李毅的破防尤其严重，而且反应是美式破防啊，在这个直播间里边自扇耳光，哈哈，是不是他看我的节目啊？因为自扇耳光这一流派是我的啊，这个动作都是我的，自扇耳光啊，然后破口大骂习近平，你真不是个东西，你他妈无所作为，你不作为，你这个混蛋，这是破口大骂啊！李毅一反这个开始的这个对我党我共的这个奉承啊，一开始反而承认美国漂亮啊，干净利索。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啊，没得说啊！这2个小时把马杜罗抓走了，没得说啊。然后话锋一转，矛头一指啊，就开始骂老习啊，说什么呢？说老习对台湾问题跟人家美国没法比，对于台湾，对于赖清德太他妈软弱啊！对赖清德他妈软弱不是个东西。你看5毛的智商还是够的啊，就是5毛总头领还是智商够的啊。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赖清德先生在他妈的抓马杜罗之前晚上确实睡不着觉，哎呀，踏实睡觉啊，不是说赖清德睡不着觉了，现在是老习睡不着觉了，因为什么？连5毛都看懂了，叫恨铁不成钢，情绪总爆发。李毅大家知道，李毅一贯以激进的民族主义硬汉形象立这个人设呀。李毅的名言。死3亿中国人也要统一台湾，这他妈是第一名言啊！3亿中国人死了无所谓啊，无所谓。第2个名言，新冠肺炎，大家当时知道很多人死了，动态清零，很多人死了。李毅说什么？才死了4000人，4000人等于没死人啊！我们中国这么多人，死4000人等于没死人。就是死4000人等于没死人，是李毅的第2个名言，极其硬派，极其硬汉。死人算什么呀？啊，对李毅同志不在乎的。但是呢，马杜罗这个事儿被捕，这事儿硬汉彻底破防崩溃了，泪奔呐。在视频中啊，李毅呢情绪彻底失控，反复扇耳光，痛斥习近平曰啊，他们能从3300公里以外抓人，你太丢人了！你不能抓180公里吗？你他妈不是人了你！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他妈不是人了，你他骂的不是赖清德，他骂的是老习啊！所以呢，他怎么这个3300公里怎么来，180公里怎么来呢？人家这就是教授，有数据的。他量了一下地图，华盛顿到加拉加斯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啊，3300公里。他又量了一下福建到台北，厦门到台北啊，180公里啊，就是福建到台湾180公里。所以他说，人家能从3300公里以外把人抓回来，你他妈180公里，你怎么不把他擒回来呀？无能啊，鼠辈，然后无法效仿美国啊，做到美国的1/10、1/20都做不到。骂完没完没了，骂了半天之后还不停，然后呢开始发挥了，开始发展了，他开始说实话了，直言大老习啊，习大大10万克，年年大撒币啊，毫无成效，导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陷入被动啊。那个李毅不是在台湾，老习怎么抓的？抓着他了啊，李毅就被抓住了。所以呢，李毅的愤怒呢源于他认为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上缺乏类似川普的胆识，所以他大骂习近平没本事，是个笨蛋，让国家丧权辱国啊！在此啊，我们作为
公正客观的海外孤中，我们对李毅的这种负能量长期积累，以至于侵蚀大脑，导致突变，进行突发式癫痫，由长期的负能量隐藏积累导致的所谓的明面上积攒的正能量总转变，从以往的大五毛头子到反戈一击式的变化，我们表示愤慨。李毅一定要被严惩啊！因为他的这种形式啊，他这种形象，他太具备欺骗性了。所有的粉红，所有的年轻人啊，李毅是有几百万粉丝的，都是年轻人聚集在他旗下。李毅忽然翻脸啊，这些年轻人有可能会跟着他走啊，变成反贼。所以大五毛到大反贼啊，令人不齿。啊，但是呢，李毅先生最后能够反正说实话，说的几句实话的，也必须给予其肯定啊。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啊，这个长期撒谎是不对的啊，你撒谎撒多了，一定会反弹的啊。所有的谎言，最后在你破防的时候都会脱口而出。有人把李毅和邱毅搞混了吧？啊，那没办法啊，蠢人比较多嘛啊。显然啊，邱毅就是那秃老亮啊，那是台湾的一个议员啊，那李毅和邱毅两回事啊。李毅的一个自己的自我人设是个忠诚的民族主义战士啊。我以前真的误会李毅了，我以为李毅啊，我还看别人给他起了外号啊，叫某头李啊，某头李，因为他头秃的圆的，然后中间还带道缝啊，特别像冠状沟。所以呢，有人管他叫某头李。那么我的个人认为呢，我以前是挺瞧不起他，我认为他是建立在利益和邹媚基础上的坏逼啊。但是呢，我个人的观点啊，我现在呢认为我错了。显然啊，李毅是一个忠诚的民族主义战士，他对于共产党和他对于老习家的这种尊崇和他妈的无脑捧啊，低级红是建立在慕强基础之上的。慕强的期望啊，但是大家知道啊，这个希望越高啊，失望就越大啊。一旦希望崩塌啊，就是恨铁不成钢的反咬。所以李毅的举动呢，非常符合人性论啊。所以有些海外讨厌他的啊，反对李毅的，给他起外号的那些网友说他是什么狗粮吃不上而发了狗疯啊。但是我看，虽然说的很粗俗啊，但是我看呢，还真是有一定的道理啊。这不是为了狗粮，他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勇敢的忠诚战士啊。所以他在中国境内呀，对，他就像这位似的啊，他真的敢骂的。为了说明他的主义啊，连目前的独裁的党和领导人他都给骂了啊。所以他在中国境内公开辱骂国家领导人，辱骂执政党，辱骂中央政府，那风险毫无疑问是巨大的啊。李毅的自扇耳光大骂店啊，是今天一个特别大的新闻。无论李毅同志的动机如何啊，我们相信李毅会受到严惩啊，因为按照惯例啊，这种行为都会引火烧身的啊。持续关注他吧。李毅如果要是因言获罪啊，我们还要是给李毅说几句公道话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因言获罪啊。宪法是保护所有公民的言论自由的，这是今天的最好玩的新闻啊！大骂店，袁腾飞老师亲赐李毅的名号某头李。对呀，是啊，袁老师三观比较正常啊，所以他看不惯他也属正常啊。